10月28号，重庆市公安局发布了警情通报，决定对沈博阳涉嫌分裂国家犯罪立案侦查，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并向广大群众征求线索，引发了广泛关注。大量的网友都是拍案叫好啊。而这个劣迹斑斑的沈博阳，竟在社交平台叫嚣称没在怕，嘴巴过了个嘴瘾啊。实际上，今年在大陆的公司刚开张就黄了。话说2025年的7月有一家刚在大陆注册没多久，名字呢还挺洋气的公司，突然就火了呀。那怎么个火法呢？不是这个生意火爆是火烧眉毛的火。这家公司你猜怎么着？刚想干点买卖第一批货价值呢大概是17万美元，刚到海关，咔嚓一下被拦下了。这海关不给过，这老板一听就懵了呀，赶紧打电话问一下怎么回事手续不全吗？海关那边给的回复那叫一个直接，您这家公司我们查了，实际控制人是台独顽固分子的关联人员，这货不予通过。哎呦喂，这一下可就炸了锅了，货过不来，那钱呢？紧接着呢，银行那边也来电话了，对不起，您的账户冻结了。你想想一家新公司货进不来，钱也动不了，这不就要了命了吗？短短几天这家公司直接就陷入了绝境凉了。那这个时候大伙就纳闷了，这公司到底是什么来头这背后的实际控制人又是谁怎么这刚一出手就被大陆这边一招锁喉给拿下呢？这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这家新公司的幕后老板还真不是一般人按照后续爆出来的消息这家公司的实际掌控者就是那位在台湾搞得风生水起，被大陆这边点名列为台独顽固分子的沈博阳，还有他爹叫沈土城。说到这个沈家父子这个故事可就深了去了这个不是他们第一次在大陆做生意，他们家那个老公司叫什么兆易有限公司，那在大陆可是扎根了几十年了你要是常去那个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说不定还跟他们打过交道呢。这个沈博阳的爹沈土城上世纪90年代就跑来义乌淘金了，干嘛呢？就是采购各种小商品什么针头线脑啦、小玩意儿啦，然后转手卖到台湾和周边地区去。不得不说这个沈土城是有点商业头脑的，他赶上了两岸贸易的黄金10年，那靠着义乌这块宝地他站稳了脚跟儿，生意做大了，那野心也就大了嘛。这兆易公司的触角很快就从浙江伸到了广东的电子产业，还有这个福建的农产品贸易。你想想这可都是两岸贸易的大头这个电子产品、水果、茶叶，那钱是哗啦啦的来呀。这么多年下来，这位沈老先生在大陆商界那也是顶着老台商的光环摸爬滚打了大半辈子。按理说你在大陆赚钱，享受了两岸和平发展的红利，你不得感谢大陆这边的市场和政策吗？可是怪就怪在这儿了，谁也没想到这位老台商那一边呢是在大陆做生意，一边在暗地里成了台湾那边某些台独活动的金主爸爸。这事就有点意思了。更逗的是什么呢？就在这个2025年的年初，他儿子沈博阳在台湾的一档政论节目上，那叫一个信誓旦旦、义正辞严对着镜头拍胸脯说，我沈博阳还有我爹早就跟大陆停止所有商业往来了，我们坚决不赚大陆的钱。这话说的那叫一个硬气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什么反大陆有骨气的形象。结果呢，他这个话音还没落几天现实就啪啪啪的打脸国民党那边的智库副执行长叫林涛开了一场记者会，直接就把沈家的老底给掀了林涛甩出了一组数据那叫一个详细。他说根据他们的统计，从2008年到2025年这10几年间这个沈博阳他爹的兆易公司在大陆总共有多少笔交易记录你猜猜呢？不是100笔也不是1000笔，是19000多笔交易。这营业额累计多少呢？将近17亿新台币。17亿朋友们，这是个什么概念而且这个林涛还特别指出，这个17亿里面有高达5%，也就是3/4的收入都是来自于大陆市场。这个沈博阳刚说完坚决不赚大陆的钱，他爹的公司就被扒出来，这10几年主要就是靠大陆市场养着的。你说这个脸打的隔着屏幕我都觉得疼而且还有个细节有人去查了大陆海关总署的官网，发现这家兆易公司在大陆登记注册的时候用的是什么名义清清楚楚的写着中国台湾。
哎，这就很微妙了啊！哎，你看啊，他在大陆做生意的时候，用中国台湾的名义登记，享受着两岸贸易的各种便利政策和关税优惠，这说明他很懂规矩啊，知道怎么才能方便的赚钱。可是，一回到台湾，上了电视，他儿子就变成了坚决不赚大陆钱的台独先锋了，这不就是典型的两面人做派吗？那就在大家伙还在消化这17亿和19000笔交易的时候，更猛的料又被爆出来了。这个沈伯洋啊，不只是说说而已，他还有实际行动啊。有这个知情人士透露啊，说这个沈伯洋啊，在台湾暗中主导创办了一个机构，叫黑熊学院。那这个黑熊学院听着像是个什么户外拓展训练营是吧？他表面上宣称的是搞什么青年领导力培训，听着是挺高大上的，但是实际上呢，他干的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啊。他是专门招募台湾的年轻人，搞什么针对性的反大陆思想灌输，甚至还有一些所谓的对抗训练，这不就是明摆着在培养反大陆的小兵吗？好，那问题来了，办这么个学院要租场地吧，要请老师吧，要买器材吧，那这个钱从哪儿来呢？真相永远只有一个。你猜对喽！根据后续的指控啊，这个黑熊学院的运营资金啊，有很大一部分就是从他爹那个兆易公司在大陆赚的钱里啊，悄悄划拨过去的。哎，你听听啊，这个操作，这老爹在大陆呢，靠着中国台湾的名义啊，利用大陆的市场和政策，赚的是盆满钵满，累计近17亿。然后呢，转手就把这些钱啊拿给儿子在台湾办学院，专门培养怎么对抗大陆。这用咱们老百姓的大白话说，这叫什么呀？这就是端起碗来吃饭，放下筷子骂娘啊！哎，一边呢在大陆这边闷声发大财，那一边呢用赚来的钱在对岸挖墙脚养台独势力，这种吃里扒外的操作啊，那还了得呀！这个消息一出来，两岸各界，尤其是大陆这边，那反应是相当强烈啊！网友们都炸了啊！这种人呀，必须严惩，不能让他一边赚着人民币，一边干着分裂国家的勾当。民怨沸腾啊！这国民党那边的爆料让沈伯洋的谎言是彻底破产了，而大陆这边的惩戒动作啊，那叫一个快、准、狠，直接就让沈家的生意根基啊彻底崩塌了。而且啊，这次大陆的出手跟以往的口头警告、威慑可不一样啊。那这次啊是实打实的组合拳，从这个法律、海关、金融啊好几个维度啊，全方面的把沈家在大陆的财路给封死了。咱们按时间的顺序捋一捋啊，早在这个2025年的5月啊，国台办就已经发话了，明确把沈伯洋列为台独顽固分子。这个不是闹着玩的啊，列上这个名单啊，意味着什么？暂停他全家的大陆通行证。哎，你想想，他爹沈土城是干嘛的？老台商啊，这生意全在大陆啊，这通行证一停，他爹他妈他全家的核心成员都不能再踏入大陆一步了。你生意出了问题，想来大陆处理啊，对不起，来不了。哎，这不就等于釜底抽薪吗？那紧接着啊，根据这个反分裂国家法的相关规定啊，大陆有关部门出手了，全面切断兆易公司在大陆的供应链和销售渠道。哎，这沈伯洋啊，估计是预感不妙了，他自以为自己挺聪明的，玩了个金蝉脱壳。他想哦，这老公司兆易不行了，我换个马甲不就行了吗？于是呢，他就鼓捣出了咱们开头提到的那家新公司啊，他想用这家新公司呀，把原来兆易的业务给接过来，继续在大陆捞金。他还是太天真了啊！他以为他换个壳，大陆这边就查不到了。那现在是什么年代了呀？大数据时代呀！那你这家新公司啊，注册人是谁？资金往来什么情况？跟你老公司有什么关联？电脑系统里啊一清二楚。大陆这边早就锁定他了，就等着他自投罗网呢。那这不7月中旬啊，他公司的第一批货，那17万美元的货物刚到厦门的海关就被精准拦截了。海关那一句啊，实际控制人为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人员，不予通关。这就是明确告诉他啊，哎，别耍花样了啊！你换100个马甲，我们都认得你。那光扣货还不够，与此同时啊，沈家在大陆开的多个银行账户啊，甭管是老公司还是新公司的，啪啪啪，全部冻结了。哎，这下就彻底完了呀！这货款付不出去，货也收不回来，资金链咔嚓一下断了。短短1个月啊，这个沈家的仓库里啊堆满了卖不出去的滞销货。这大陆这边的合作企业呢，一看这情况，谁还敢跟他做生意啊？纷纷取消了订单。这真是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你有病！
这个金主爸爸的资金链一断啊，这边立马就歇菜了，不仅停止了招募新学员啊，还开始大规模的裁员了。那原来是挺喧嚣的培训基地啊，一下子变得冷冷清清了。而且啊，大陆这套组合拳打得还挺有章法的。就在惩戒沈博阳公司的同一天呢，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分局啊，还对20名搞网络攻击的资通电讯重要嫌疑人啊，发布了悬赏通缉。这信号就很明确了啊，不管你是台面上咋咋呼呼的台独政客，还是躲在键盘后面搞小动作的网军黑手，只要你敢搞分裂活动啊，大陆这边就一定严厉打击，一个都跑不了。这沈博阳啊被锤得这么惨啊，台湾那边安全部门一看，哎不行啊，得围魏救赵啊，他马上就跳出来啊，倒打一耙。说什么大陆这是跨境镇压，说这是在踩台湾民主的红线。瞧瞧，又把民主这顶大帽子给扣过来了。这话说出来，国台办那边当然不能惯着呀。就在7月16号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啊，发言人陈斌华站出来正面回怼了。那话说的是字字铿锵啊，直接就把沈博阳和民进党当局的虚伪面纱给揭了。他原话是这么讲的啊，这种一方面搞谋独挑衅攻击两岸交流，另一方面又虚伪双标，借着台独名义敛财的害群之马，被依法惩戒，完全是咎由自取。咎由自取这4个字啊，定性了。陈斌华还进一步指出啊，沈博阳这个事儿啊，恶劣在哪儿呢？不仅在于他支持台独啊，更在于他搞全家齐上阵的牟利模式啊，就是他自己靠着煽动台独情绪啊，在台湾捞取政治资本，当民意代表啊。他爹呢，就是靠着两岸贸易在大陆赚取巨额的利润，然后呢，赚来的钱再反过来投给台独活动，这就形成了一个分裂、牟利再分裂的恶性循环啊！你说这大陆能忍吗？至于这个台湾安全部门说的什么破坏民主、踩红线，陈斌华的反击更犀利啊！他说，民进党当局在岛内啊，动不动就罗织罪名，打压跟自己意见不一样的人，大搞绿色恐怖，而这个台独分子呢，又可以肆意从事分裂活动。你们这种假民主、真独裁，有什么颜面在这里谈民主啊？这话啊，可真的是戳到了民进党当局的痛处了。之前他们不就是因为打压不同的声音，被国际上一些人权组织批评说破坏言论自由吗？而这个沈博阳作为民进党籍的民意代表啊，他自己不就是这种假民主生态的受益者和参与者吗？那这事儿啊，其实说白了就是给所有想吃饭砸锅的人啊提了个醒哦。大陆这边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欢迎台商来投资来发展，大家一起赚钱啊，促进两岸融合，这没有问题。但是啊，如果你想一边在大陆捞好处，那一边呢又在台湾搞分裂、搞台独，那对不起啊，这条路啊行不通了呀。未来呀，随着两岸融合发展越来越深入，那些真正支持统一、真心实意在两岸之间做贡献、深耕市场的台商，他们的发展前景肯定是越来越好。而像沈博阳这样的两面人啊，这种顽固分子啊，只会在历史的大潮中啊被不断的淘汰。用咱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啊，就是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好了，今天就给大家聊到这儿了。沈博阳这出刚开张就崩盘闹剧啊，各位怎么看呢？欢迎大家的收看，我是小兰，我们下期再见。